各位观众，先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一家公司单季营收一下子冲到20亿美元，年增超过 34%， 而且 Q4 营收 20.46 亿美元，年增加 33.8%， 你以为它是某家 AI 新贵，结果它其实是一家做雷射起家的老牌公司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违和？更违和的是第二件事， AI 算力龙头辉达居然悄悄在这家公司身上建立了 18.55 亿美元的战略股权头寸， NVIDIA 持股约 778.8 万股，金额20亿美元。你平常追 AI 眼睛都盯着 GPU 云端算力晶片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服务器跟交换机之间那条用光来传资料的连线，也是整个 AI 产业的瓶颈之一。这家公司名字叫 Coherent， 代号 COHR。 这期看完你会重新理解为什么它在 AI 供应链里既是被低估的关键角色，也是最被热议的争议标的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Edward 的公司研究频道，希望我们共同打造一个既看数据又听故事的交流社群。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研究内容，希望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分享给有需要的人。先抛 features， 先讲我的结论再展开。我的研究判断是 Coherent 正站在从工业力奢厂蜕变成全球 AI 算力光互联核心巨头的历史转折点上。它的护城河来自材料、晶片、模组三位一体的垂直整合，它的催化剂是辉达的战略资本绑定，加上美国 FCC 可能禁用中国光模组的政策红利，这也不是无脑看多。他背着超过32亿美元的债务，内部人近半年卖股本一笔飙到150倍以上，而且长线还有供封装光学 CPO 技术替代的隐忧。所以我的考虑是，这是一家好公司，但估值已经不算便宜的标的。我的操作框架是逢回档布局，不追高。这一集我用数据跟你拆解为什么这样看。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，不适用投资建议。商业模式与护城河，先搞清楚 Coherent 到底靠什么赚钱。它本质上是一家化合物半导体的垂直整合制造商，关键材料是磷化铟、印 P、砷化镓、IRS， 还有碳化锡 CIC。 它从最上游的晶圆材料一路做到光学器件、高速光收发模组，甚至精密镭射系统公司主要有2大板块。第一个资料中心与通讯板块，专门给 AI 资料中心、云端大厂、电信商提供 800G， 甚至下一代 1.6T 的高速光模组、波分复用组件、光开关。第二个工业与精密材料板块，工业加工类奢、半导体设备、光学组件，还有第3代半导体的 CIC 基板。那它真正的赚钱逻辑是什么？在于自己有晶圆厂，一般后端封装厂只能赚组装的钱。 Coherent 是把自研的高毛利光晶片直接整合进自己的模组里，所以毛利率和定价权都明显高于同行，这就是它的第一条护城河。第二条护城河是材料、晶片、模组三位一体。随着 AI 算力推着光模组往 800G 1.6T 世代跑，全行业最严重的供应瓶颈已经不是组装产能，而是磷化铟镭射晶片的产能跟良率。而 Coherent 自己有晶圆厂，还在扩产，这让它不只能保住自己的零件自给率，压低单位成本，还大幅缩短交货周期，客户层面更有说服力。它已经是辉达 800G 与 1.6T 光模组的核心一级供应商，而且深度打进了微软、Google、AWS Meta 这北美4大云端巨头的供应链。资料中心板块 Q4 营收占比 78.9%， 换句话说，你用的每一个大模型背后很可能都有它的光在跑。最新财报拆解。好，接下来是财报。这份是2026年8月12日公布的，截至6月30日的第4财季，也就是 Q4 FY26， 还有全年成绩单，第4季营收 20.46 亿美元，年增加 33.8%， 季增加 13.3%，
这不仅超过公司自己给的指引上限，原本上限是 20.25 亿，而且按 pro forma 口径，年增高达 42%， 全年营收 71.18 亿美元，年增 22.5%。 这种增长是实实在在的需求拉动，不是灌水。毛利率也很好看， GAAP 毛利率 38.5%， 比去年同期高出277个基点。Non-GAAP 毛利率 40.2%， 营业利益第四季 GAAP 是 2.54 亿美元。这里我要提醒一个剔除一次性因素，去年同期这一项只有6000万美元，所以年增 4133% 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吓人，但很大程度是因为去年基期太低，不是今年突然暴利。我们看营业利益率更稳，南极 GAAP 营业利益率 21.8%， 年增381个基点，这才是营运杠杆释放的真实信号，每股盈余。第四季 GAAP EPS 1.19 美元，去年同期是亏 0.83 美元，已经转亏为盈。Non-GAAP EPS 1.74 美元，年增 74%， 而且优于华尔街预期的 1.65 美元。全年 Non-GAAP EPS 5.61 美元，年增 58.9%。调整后 EBITDA 第四季 5.24 亿，全年 18.2 亿美元。拆开两大板块看，你会看到非常清楚的结构性分化。资料中心与通讯板块第四季营收 16.15 亿美元，占总营收 78.9%， 全年从 37.6 亿暴增到 52.75 亿美元，这就是 AI 建制潮的直接体现。相对的，工业与精密材料板块就冷清多了，第四季 4.305 亿美元，全年从 20.5 亿下滑到 18.4 亿美元。原因很直白，全球消费电子需求平淡，通用工业、乐奢需求走弱，所以这家公司现在是一边火旺，一边在退烧。资产负债表机会和风险并存。好消息，现金及等价物升到 11.6 亿美元，全年经营现金流 0.795 亿美元。但两个隐忧要标红。第一，存货从去年 14.4 亿暴增到 25.8 亿美元。管理层称这是为了 FY27 庞大的800 G， 1.6T 订单预先备货。这说法合理，但理论上来说，如果需求突然放缓，这 25.8 亿存货是有减值风险的。第二个隐忧，总债务仍高达 32.1 亿美元，财务杠杆偏高。另外，全年研发费用 7.23 亿，占营收 10.2%， 还有重组费用和资产减值各约6300到6400万美元。这代表管理层在加速剥离低效能的非核心资产，算是正面动作，最后给个前瞻。管理层对 Q1 FY27 的指引全面超预期，营收22到24亿美元，中位数23亿，高于市场共识的 21.3 亿。Non-GAAP EPS 指引 1.85 到 2.05 美元，中位数 1.95， 也高于预期的 1.77。 还有他在2026年5月拿到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案最高5000万美元补贴，用来扩建本土晶圆厂，这些都是营业性的实力展现。目前的考虑一，辉达的战略入股是最强背书。为什么我说它战略价值高？看筹码转向就懂了。机构持股长期维持在 85% 以上，但最近发生了一场换手，传统私募股权基金贝盈 Capital 清仓离场，卖掉将近 943.7 万股，约 22.23 亿美元。这是 PE 基金到期正常获利了结，不用过度解读。重点在后面，辉达新增了约 778.8 万股，高达20亿美元的战略持股。这不是财务投资，这是股权绑定，确保自己 AI 从级的光模组有优先供应权。同时 Capital International 加码约 14.2 亿，摩根大通加码约 6.67 亿接棒。可以说辉达这一步把 Coherent 从硬件供应商直接抬升成算力基础设施的战略伙伴。二，治理改善是真实的，
但内部人脉股也需要关注。第二根支柱是公司治理的执行力。执行长 Jim Anderson 和财务长 Schreier上任后，把资源全力压在高毛利的 AI 光互联上。看费用管控 ，SG&A 占营收比重从 FY25 的 15.9%降到 FY26 的 14.7%， 第四季更降到 13.0%。这种营运杠杆成功把营收成长转化成 EPS 年增近 59%， 治理是加分项。也应该注意的是，近半年内部人交易是清一色卖出零买入，累计16次卖出。财务长 Loser 独立董事肖 CTON， 董事会主席 DiGirolamo 都陆续减持，多数是透过 10B51 自动交易计划，但高层在股价大涨时持续获利了结。客观上反映管理层认为当前估值已经相当程度反映了短期利多，这一点我会在反方那里再展开。3. 地缘红利巨大，但技术替代是长线变数。第三根支柱是地缘政治红利。目前全球资料中心光模组市场，中继序创约 27%， 市占排第一， Coherent 约 20% 排第二， Lumentum 约 15%， 第三。Coherent 的优势在垂直整合，中国厂商则靠组装成本与产能弹性。关键来了，2026年8月4日，路透社报道，美国 FCC 正在起草新规，拟以国家安全为由，禁止美国资料中心进口和使用中国厂制的光收发器。中国厂商目前控制全球 50%、60% 的供应，光中继续创一家就占 27%。如果禁令生效，北美高达260亿美元的潜在市场会被迫转向 Coherent 和 Lumentum 这类西方厂商。260亿美元转单红利，短期产能填不满，会有过渡期。但光是这个预期，就已经给了 Coherent 订单转移和估值溢价。不过长线有3个技术替代路径要盯紧。第一，共封装光学 CPO， 如果台积电 Broadcom、辉达把光引擎直接跟 ISCC 同封装，传统可插拔模组的封装价值会被半导体代工厂吃掉。第二，线性驱动光模组 LPO， 取消内部 DSP 晶片来降功耗，但对 Coherent 的音 P 线性度要求更高。第三，光子 Silicon Photonics， 若 1.6T 世代良率突破，可能削弱 MP 的独家护城河。这3条是我们后面反方论点的伏笔。反方观点好，现在换位思考，看空方最有利的3个论点，我们不能回避。第一，估值太贵，滚动本益比超过150倍，前瞻本益比 NAND 减 GAAP 约 69.58 倍， PS 约 9.7 倍，全都处在行业高位，市场已经把很多好消息提前计价了。第二，债务和内部人脉股，32.1亿美元债务，每年利息沉重，高层近半年16次卖出零买入，这在情绪上很杀风景，也确实暗示管理层觉得股价不便宜。第三，技术替代，刚讲的 CPU 光子，长线确实可能侵蚀可插拔模组的价值，加上工业板块持续低迷，会拖整体毛利率。那我怎么反驳？我的看法是，空方的论点大多成立，但贵和不好是2件事。Coherent 的高估值是建立在 800G 1.6T 需求真实爆发、辉达战略背书以及政策红利这3个还在加速的催化剂上，不是空中楼阁。内部人脉股虽然刺眼，但多数是预先规划的自动交易，且辉达的 18.55 亿战略入股是比任何高管减持都更有分量的聪明钱信号。至于 CPU 短期内可插拔模组仍是主流， Coherent 自己的 InP 产能瓶颈反而让它短期更稀缺。但市场趋势会不会发生改变呢？有3个可能。其一，北美4大云端巨头的资本支出指引下修。其二， FCC 禁令草案没有正式推进，甚至不了了之。其三，Coherent 自有6寸 InP 晶片的产能爬坡或良率明显不如预期，
这3个任意发生目前市场的恶观假设就要打折。我的考虑讲到这儿，我的想法很清楚了。Coherent 是一家优质但已不便宜的战略资产，它的风险调整后收益潜力很好，但不能用无脑爆股的心态对待它。再次强调，这是研究分享，非投资建议。我的考虑分3层。第一层，建仓时机。如果股价受到财报后短线筹码清洗或大盘波动影响，回踩到300到325美元区间，这个区间接近200日移动平均线和多重密集支撑，我会视为安全边际较高的位置。第二层，风控。如果股价短线快速冲高，突破400美元整数关卡，鉴于前瞻本益比已充分反映短期利多，我不考虑激进追高。技术面上，200日线在260到294区间，股价稳居其上，50日与200日呈黄金交叉，中长期多头格局没破，但 RSI 回到45到56中性区， MACD 高档出现死叉，短线确实需要时间消化获利筹码，上方阻力 386.5 和52周高点440，下方支撑325和290到300。第三层，目标与时间跨度。以12到18个月看，中期基本面目标价区间我预期为440到465美元。如果 FCC 禁令顺利生效， 1.6T 产能顺利放量，长线还有更高的估值重塑空间。有模型甚至推到2030年1234美元，但那是非常乐观的长线情景。快速总结今天的3个重点。第一， Coherent 正从工业类奢厂蜕变成 AI 算力、光互联核心供应商，音频垂直整合是它最深的护城河。第二，辉达 18.55 亿美元战略入股加 FCC 政策红利是2大超强催化剂，但32亿债务、内部人脉股150倍本益比是要付的昂贵入场费。第三，我的考虑是逢回档布局，不追高，观察区300到325，减速区400以上。如果你觉得这集帮你搞懂了 AI 供应链里那条被忽略的光互联，请按下订阅这个频道，每周带你看懂一个被市场低估但战略价值极高的关键标的。如果这支影片让你有所收获，也帮我按个赞，你的按赞是我持续产出深度研究最大的动力。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，不适用投资建议。最后留一个问题给你，你觉得 Coherent 这道音频垂直整合护城河撑不撑得住 CPU 技术的长期替代？你是看多还是看空？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们下期见。